在美国西墨西哥州的呼罗曼空军基地里，有一条长达15公里的南北走向测试轨道。从1954年至今，该轨道用固体火箭推进滑橇，完成了约13000次滑行测试。在2003年4月的测试中，滑橇达到了 8.6 倍音速，约每小时10385公里，创造了陆地速度世界纪录。同时，这里的滑橇还多次把人绑上去，在每小时800公里靠水铲突然减速到0，使人体在5秒钟内承受约4000公斤的安全带拉力，加速度达到 47G， 目的是询问测试者有哪些身体不适。在最近的测试中，一枚头部可弯曲的导弹被装在滑橇上，在超音速滑行中，传感器显示弹体产生了很大的侧向力。美国军方认为这种导弹可取代有前翼的普通导弹，依靠更强的机动性，使现有的战斗机和未来的6代机都无处可逃。要判断这个说法的正误，就要研究现在的战斗机是如何摆脱来袭导弹的。通常战斗机会等待敌机进入导弹的不可逃逸区，缩写为 NEZ， 再伺机发射。在不可逃逸区里，导弹势能与动能的总和，也就是所谓的机动能量，不会被消耗到低于敌机的水平，可产生约2倍于敌机的加速度来机动，使目标无法逃逸。但不可逃逸区的大小取决于导弹的可用过载和发动机推力及燃烧时间，因此敌机可采用特定动作消耗导弹能量，让它的不可逃逸区缩小，最后无力追踪而脱靶。这些战斗机的特定动作中，常见的是 FPO 机动。当空空导弹迎头飞向目标时，飞机先向导弹来路的侧面转弯，迫使采取前置追踪路径的导弹根据自己的可用过载，在飞机的新航线上设置一个拦截点，这样导弹沿拦截路径就会和飞机同时到达该点。而飞机快速转弯，导弹就要把拦截点设置在机头前方较远处，然后急速转弯进入拦截路径，这使导弹能量被大量消耗。而鸡贼的飞行员见导弹进入拦截路径，又反向转弯，迫使导弹再次移动拦截点，并且以更大的过载转弯进入新的拦截路径，又被消耗了不少能量。眼看导弹向新的拦截点飞去，飞行员再次反向转弯，导弹只能第3次移动拦截点，此时它的能量消耗过多，转弯变得缓慢，无法进入拦截路径，于是错过目标。可见空空导弹的全动前翼，由于面积有限，当敌机 FPO 机动时，改变几次拦截点，能量就急剧消耗，造成前翼气动力不足，无法沿前置路径追踪而脱靶。但增大前翼面积又会增加飞行阻力，使不可逃逸区缩小，为此变形导弹应运而生。该导弹头段通过一个带3段旋转关节的铰链和弹体连接，3个关节依次互相反转时，会带动头段里的衬套偏斜，使导弹头部摆动特定角度，而铰链整体旋转时，又带动衬套向预定方向倾斜。铰链动作时，导弹头段并不会旋转，只会被衬套带动向预定方向偏摆。这样在平飞中，轻微上翘的尖端会产生覆盖弹体上表面的涡流，涡流的低压区使弹体前段获得了向上气压差，因此涡升力和后翼升力共同抬起重心维持平飞，使飞行阻力因取消前翼而减小，并使导弹的速度和射程提高。另外，在机动中，偏摆的前段比普通导弹的前翼具有更大的气动面积，可在更低速度下产生更大的侧向力，使导弹转弯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提高，避免了因过载不足而脱靶的尴尬。同时，头段向目标偏摆，也让里面引导头的市场扩大，敌机更不容易离开视野，减小了脱锁的机会。虽然这种变形导弹还在研制，但在未来的空战中，它一定会让有人驾驶战斗机因过载限制而无法逃脱。所以6代战斗机要么是无人驾驶，要么只能找那些从火箭滑橇上下来却安然无恙的人。